我是莉莉丝·康德，这座城堡的女主人。子爵夫人，但愿您住的还算舒适。那是我的贴身侍卫。欢迎您的来访，请恕我病痛在身，没能迎接。我有些治疗药剂，也许可以帮上忙。不必了，大人，那是一种很罕见的病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些奇怪的声音。天气不好，多半是狂风作祟。我身体不适，就不便打扰了。夫人请便。那盏提灯，你们这帮贵族啊，那么老的老头娶了个能当他孙女的老婆，噩梦成为现实。还是精灵血统好。哪怕你这700年的娶了我，我也敢说我和你同岁。对呀，趁着月黑风高。不如我们就在今晚。以后家产可要归我管。来个夜访康德陵怎么样？咱们就不能先去吃晚饭吗？没有胃口。可那是特意招待我们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吃下的鸡腿可能是一段树枝，甚至是死人的手指头呢？你可别吓我。我们很有可能正在一场巨大的幻想，不是梦境中。难道这些食物都是假的？哪儿？莉莉丝的卧房。叶袭女士的卧室。咦，倘若她还住在这里，突然打扰确实很失礼。但是假如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呢？管家卡特的契约。好奇怪。什么？这是子爵夫人的日记，但30年前就不再写了。难道说……接着说。他们早就离婚了，所以这里没人住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属性。
幸好能躲进暗影界。这个暗影界好像和外面不太一样。是啊，暗影界是真实世界的倒影，应该和外面一样才对。这里怎么这么破？或许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才是这座城堡的真实面貌。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别急啊，子爵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菲利普，你去打听一下被抓起来的那批流民的去向，顺便打听一下子爵夫人的事情。来一杯，啊？牛奶。啊。新来的？初来乍到。听说康德岭有个开明的领主，周围很多的流民都来这里了。一定是听错了，这里怎么会有流民呢？不过啊，维克多老爷确实是我见过最慈善的领主，挺好的人啊。康德令啊，可是10几年都没饿死过人了。好，真是难得的好领主啊！想必领主夫人也很贤惠吧？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外地人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那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唉，那件事不该发生在她的身上。30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晚上，那天正下着雨。年轻的维克多老爷刚视察完谷仓，正带着莉莉丝夫人和贝尔姆少爷在回来的路上。能让路如此湿滑，不用说也能猜到，马车滚下了山崖。没人知道老爷出了事，直到第2天天晴，子爵夫人才浑身是血的出现在镇子上。她在城堡里足足等了3天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而最终，还是没有找到老爷和少爷的尸体。绝望中，他捧起了桌上的毒药，一饮而尽。谁知道隔天早上，老爷和少爷竟完好无损地回了城堡，他们没死。太可怜了。劝你远离那个城堡，外乡人，那里尽是些冤魂。子爵夫人已经死了，10有8九。这么说，那个莉莉丝是幽灵了？维克多子爵被妻子离世打击，受了邪教徒的蛊惑，试图复活亡妻。是啊，剧本都喜欢这么写。但是为什么那盏提灯会在莉莉丝的手上呢？提灯？那盏提灯我在700年前就见过，当时是梦境女神官用来舒缓人心的法器，看来是落到了永眠者的手上。如果维克多子爵是施法者，提灯应该在他手上才对啊。也许只有这座高塔能给出答案了。你要干嘛？那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呀。大步撤！你说你非探索暗影界干嘛？说好的 RPG，
我也没想过是恐怖游戏啊！什么？快拉我们出去！早拉了，这个地方人间保护。那怎么办？只能从进来的地方回去。分头跑，莉莉丝的卧室汇合。干嘛老追我呀？老板，救我！来了，星至震慑！就在前面，快进去！老板，不要！好像走了。难道有什么结界限制了这家伙的行动？老板，事先说好，这可不是加钱就能解决的。好样的！那个高塔里究竟锁着什么？你不会还想招惹他吧？算了，这次就先回去吧。大人早安，维克多大人邀您共进早餐。好，我稍后就去。好的，大人。菲利普，你那边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请。大人，确实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佣兵明明把流民抓到了康德岭，但是这里的人却丝毫不知情。更奇怪的是，您说的那位女主人莉莉丝·康德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哎，您怎么知道？故事都喜欢这么讲。还有就是，这里种了很多魔药，城堡的魔力尤为旺盛，而魔力的聚集点在北边的一座高塔。被困在高塔里的幽灵。大人，这边请。可以断定，失踪的流民一定跟这座诡异的城堡有关，而领主维克多很可能就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。那就当面质问吧。早安，维克多子爵。早安，大人。